大家好，上一期现代化高颜值菜园科普篇受到大家的肯定，很多之前没有种过菜的朋友呢，也纷纷表示要开始种菜了。鉴于现在疫情的发展，在美国的朋友能在家里用最简单的方法开辟一个菜园，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新鲜蔬菜的供应，也是隔离期间的一件趣事。那么什么样的蔬菜易于上手，且在现在的季节适合种植？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新手如何挑选蔬菜。跟很多疫情才开始学习种菜的朋友一样，我们种菜的出发点呢是 Easy Start Easy Fan。对于新手，我们更建议大家从可以直接买到健康的植株或幼苗的蔬菜开始您的种菜之旅。不但因为从种子开始育苗呢，甚至育种本身会相对费时，另一方面，如果新手一上来就开始自己从种子开始，那么有可能会因为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如挑选种子、沁种、栽培养料、催芽、筛选幼苗等过程中的某一个环节出错，而最终失败，从而打击您对于种菜的信心。找机会我们可以介绍几种可直接播种、失误率低的蔬菜给大家。对于新手，你也不需要一上来就计划做相对复杂的 raised bed 或者是 wicking bed， 可以利用家里任何的容器开始，即使是直接利用后院的土地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喜爸也是这样循序渐进的开始我们的菜园子的，等到渐渐摸到一些门道，再好好规划菜园，相信到时候一定会大丰收。说到这里呢，有朋友留言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以色列 wicking bed 的制作方法。我和喜爸商量呢，过段时间会从买材料开始，一步一步给大家做一期详细讲解和演示，期待您的关注。在美国 Home Depot 以及 Lowe's 等 Garden 或者一些大型亚洲超市都有比较流行的 Bunny Plants 的种苗柜台。您可以上官网系统的查询，下载他们的 App 就更方便了，名叫 Home Grow with Bunny Plants， 基本常见蔬菜都可以查到。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4款新手入门容易上手，需要照顾最少、成果又明显的蔬菜给大家。首先是番茄，对于新手呢，我们会毫不犹豫推荐您种植老少皆宜的番茄。番茄是新手 Gardener 入门最容易且最能得到成就感的选择。您知道美国几乎只有罐头番茄是在植株上成熟后再采收的吗？您能在超市里买到的大部分普通新鲜番茄都是在青番茄的情况下采摘，再通过乙烯气体催熟，并进行小剂量辐射杀菌杀虫。自己种植的番茄口味和超市买到的工业流水线生产、化学催熟的番茄口感完全不同，能让人充分体会到番茄甜美多姿的原味，就是小时候吃的真正土地种植的番茄的鲜甜，让你很难再回去接受超市番茄平淡涩口的味道。番茄有2个类别，选择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种植需求。Determinate 类别呢，特点是会长成灌木丛，所有的番茄一时间结果，一时间收获。收获后番茄植株其死去，是罐头番茄的首选。但如果您是想要时常都能吃到新鲜番茄，而不是一次性采收，就不是很适用于家庭种植。Indeterminate 类别呢，特点是植株会不停长长，更像藤蔓植物。番茄会随着藤蔓的成长不断结果或成熟。这种类别的番茄在我们休斯顿地区呢，甚至可以过冬，结2到3年的番茄。这是一种适合家庭种植的类别，可以保证不断有小量番茄，谁摘谁吃。如图呢，左边为 Determinate， 右边呢为 Indeterminate。关于品种呢，大致分为2种。Heirloom 最近流行的原产品种，未经过工业杂交，保持了传统番茄的特色和口味，形态各异，颜色讨喜，但这类品种呢，产量和抗病毒能力较差。Hybrid 呢，即杂交育种的优良品种，产量高，防病虫，但口感较 Heirloom 呢单一。今年喜爸呢在上期提到的黄色区域开辟了2块番茄试验田，并且在红区呢也建种了一些，分别有 Beef Master、Better Boy、Boxcar Willie、Yellow Pear 等大概15种不同品种的番茄。新手入门呢，可以选 Hybrid 的 Better Boy、Early Girl Husky Cherry Red， 结果多，抗病能力强。要注意的是呢，番茄在85度以上的气候不易结果。如果您的夏天也像我们德州的天气，那么可以去 Bunny 的 App 上查找比较抗高温的品种。
关于苗的选择呢，尽量选择根茎粗壮完整且叶子较为宽大的小苗，不要选择叶子发黄受损的幼苗。若种子长势不好的种苗，对它后期的生长和结果都很不利。一个窍门是不要购买已经开花或者结果的小苗。少数苗圃呢会利用激素在苗上催出花果，提高卖相，但实际移植初期，我们更应该让营养集中在茎叶的生长上，待植株长大再结果会更好更多。番茄具体的种植不复杂，但非常有趣，并且有很多的小技巧。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以后单独做视频讲解，并给大家介绍喜巴采用的这种 lean and lower 的种植法。另外给大家推荐的是黄瓜，黄瓜是很多人都喜爱的一种蔬菜，而且黄瓜非常适合在夏季种植，不仅能做成美味的食物呢，还有许多的美容功效。黄瓜也分成2大类，一个是个头偏小的 pickling cucumber， 主要用于制作美式酸黄瓜；另一种呢叫 slicing cucumber， 顾名思义呢就是个头较大，适合切片，比较适合亚洲口味。亚洲黄瓜类型呢，大家可以找 A 型 cucumber 或者是 Japanese cucumber 的大致标识。如果有兴趣呢，找更特别的品种，可以尝试找 Palace King 或者是舒药，都是不错的选择。像极了小时候吃的细长带毛的老黄瓜品种，是我们夏日的美好回忆。希望能帮大家找回一份乡愁。好了，现在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易于种植的蔬菜——茄子。原产地在印度的茄子呢，属于夏天的蔬菜，很适合在我们德州种植。茄子容易种植，即使是初学者，失败的几率也比较低。而且种得好的话，秋天以前的较长一段时间都可以不断采收。同时，在美国的 Zone 9到10区呢，茄子都可以过冬，连续结果2到3年。同样的，自己种植的茄子呢，口感甜美，和超市催肥的也是天壤之别，相信也会让您感到惊喜。夏日炎炎，摘几个新鲜的茄子，做一盘酸辣口的凉拌茄子，十分惬意。茄子属喜温作物，只要温度适宜，从春天到秋天都能开花结实。茄子可以选择美国常见的 Black Beauty 品种，也可以选择我们亚洲比较熟悉的 Ichiban 或者是 Shiku。此外呢，还给大家推荐可以尝试种一下不常见的白色茄子，相信会成为花园里的一道风景线。第4个要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辣椒。辣椒是一种喜温植物，最适合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辣椒不仅是美味的食物，也有一定的观赏性。按照辣椒口味和作用呢，分成了3大类：甜味辣椒、辣味辣椒以及装饰性辣椒植物。而辣椒的辣度呢，也被分成了4个等级，分别是 mild、medium、hot、extra hot。去 Bonnet App 或者直接去零售店呢，您都可以轻松的查找到相关的品种。我们对辣椒情有独钟，目前喜巴呢在红区的几个 Waking Bed 里呢见种的一些品种，如 Sweet Banana、Candy Cane Pepper、Super Chili Pepper 即我们俗称的小米辣， Cayenne Non Pepper 即我们的2荆条。此外呢，出于好玩，喜巴还去特别的专业菜谱收集了几种超级辣的特殊辣椒。这些辣椒的辣度呢都超过了100万苏的辣度单位，在超市里是无法买到的，想自己种出来试试黯然销魂的味道。比如这个 Ghost Pepper。 个人比较推荐大家种植一些甜辣椒，我们都是当水果吃，非常的 juicy。 同时呢，我们也很喜欢一些高颜值的品种，比如喜巴种的这个品种 Candy Cane Pepper 是 Bonnie 的一种特别培育的品种，真的是太漂亮了，晶莹剔透，就像一块玉一样，我们真是不舍得下口，在手里欣赏了半天才吃到肚子里。好了，为了这期视频呢，我和喜巴全副武装，带着多喜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拍摄素材及核对信息，希望最后呢对您有所帮助。有机会呢，我们还会就这几种蔬菜的种植介绍一些专门的经验，让大家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如果你想看更多类似的视频呢，请为我们分享、点赞并关注，咱们下次再见，拜拜。